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，时光赠礼的演绎者，以角色丈量人生宽度。在娱乐圈这个流量与演技并行拉锯的舞台上，谭松韵始终如一地扮演着独特的角色。她没有天生的神颜，没有浓烈的话题性，但却用岁月和角色在荧幕之外铺展开一条温柔而坚定的演艺之路。从初出茅庐的甜妹专业户，到如今被誉为角色质感标杆的实力派女演员，谭松韵用自己特有的节奏丈量出属于演员的时间宽度。2005年，年仅15岁的谭松韵在家庭剧《好好过日子》中首次亮相，彼时她脸上还带着未脱的婴儿肥，眼神干净而纯粹。正是这份稚气，使她成为当时许多青春角色的理想候选，却也在未来演艺道路上悄然埋下了甜妹标签的隐忧。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期间，谭松韵曾尝试以浓妆配饰来摆脱童颜的困扰。她渴望出演更加成熟、有挑战的角色，但现实却频频泼冷水，因为太年轻，不像成年人。她多次在试镜中被刷掉。彼时，娃娃脸并不是一份礼物，而是限制。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6年，当时26岁的她，在青春剧《最好的我们》中饰演高中生耿耿，一袭校服，扎起马尾，竟毫无违和感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将青春的青涩与人物的内心挣扎表现得细腻入微，让观众仿佛重新回到那个被课本、操场、暗恋包围的年少时代。这一次时光错位的成功，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谭松韵开始意识到，与其抗拒天赋，不如将其转化为优势。她在角色中不断植入时间密码，以娃娃脸为锚点，用细节表现角色的成长和转变。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，李尖尖一脚横跨10余年时间线，她用一个简单的蘑菇头造型，加上带有撒娇语气的台词语调，将30岁的角色演得毫无突兀。分冰棍、斗嘴、耍赖，看似是甜妹的日常，却在父母缺席的背景设定下，折射出角色对家庭、亲情的渴望与缺失。而在现实题材剧《我和我的命》中，她更是完成了从20岁到50岁的跨龄演艺挑战。年轻时期的方婉之，她通过眨眼频率与台词节奏呈现少女的懵懂。进入中年后，她改变了体态，微驼低背影与略带沙哑的嗓音，使角色的年龄感跃然荧幕。即便脸庞依旧稚嫩，观众却能从她的表演中清晰地感知时间的流逝。在古装探案剧《锦衣之下》中，市井出身的女捕快员金夏，既有娃娃脸的可爱，也有破案时的果敢。当她踮起脚尖摸陆毅下巴时，那份反差萌直接登上热搜，成为剧中最受喜爱的高光片段之一。谭松韵的特别之处，不仅在于她的冻龄外表，更在于她能从类型化的角色设定中挖掘出属于人物的人性之光。在年代剧《亲爱的麻阳街》中，她饰演的马小小面对家庭巨变时，不靠眼泪煽情，而是用一个下意识捏衣角的动作传达内心的焦灼与无助。就是这个细节，打破了青春剧中女主傻白甜的刻板印象，使马小小成为一个血肉饱满、富有层次的角色。在古装剧《锦心似玉》中，罗十一娘作为庶女出身，在宅斗中要步步为营。她在绣花时指尖微颤的细节，不只是技术动作，更是一种心理张力的体现。那是一个处境尴尬却依旧自持的女性，努力隐忍却不失锋芒的缩影。到了《向风而航》中，她彻底打破职场剧女主等于万能女强人的模式。作为女飞行员程潇，她有技术，有责任心，也会在模拟舱中晕机呕吐。当镜头扫过她凌乱的发丝与苍白的脸色时，
那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成为角色最打动人的部分。这种甜而不腻、柔中带刚的表演方式，让他在业界有了角色保险栓的美誉。正如兰香如故导演所言，谭松韵的麻花辫里藏着千层演技。在当今演艺圈，越来越多的年轻演员选择靠热搜、炒作维持曝光，但谭松韵却活出了反流量教科书的模样。他几乎不允许粉丝控评刷数据，微博内容也大多是剧组日常与生活分享。在拍摄蜀锦人家时，他随手发了一个用树枝当发簪的视频，竟意外带火了蜀地传统手工艺，成为一波文化传播的破圈案例。在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中，他不抢镜，不造人设，默默干活，甚至刻意回避娱乐话题。当主持人何炅提及他母亲去世的往事，他眼圈泛红，却说难过的情绪要留在剧本里，现实生活里要尽量带给观众微笑。这一句话赢得无数观众尊重。此外，他连续7年资助山区女童读书，在爱心书包公益项目中，他还亲自设计了印有知识笔、口红重要的文具套装。这份公益不是作秀，而是习惯的初心，也让他在娱乐圈显得格外稀有。进入35岁，谭松韵没有选择走传统转型路线，而是主动拓宽了自己的职业边界。在电影《再见，李可乐》中，她饰演的李妍与闫妮搭档出演母女，用一场雪地里的哭戏展现了极强的微表情控制。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爆发戏，但却以层次分明的情绪递进赢得影评人盛赞。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后，不仅参与选角、剧本审读，还主导策划了如《我和我的命》这样兼具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剧集。在选角过程中，他坚持适配度大于流量。正因如此，他参与的作品往往能实现口碑与收视的双赢。在戛纳电影节红毯上，他身穿蜀绣礼服惊艳亮相，主动接受采访时还介绍中国非遗文化。被问及如何保持状态时，他只轻描淡写地笑说：“最好的防腐剂就是永远对角色保持饥饿感。”谭松韵的成功并非单纯的逆袭，而是一场与时间、类型、标签对抗并最终和解的成长之旅。他用实践告诉外界，在颜值为王的语境中，娃娃脸也能成为高级表演的利器。在热搜至上的操作中，反流量更能收获真观众。在文娱工业的转型期，演员的制片人思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。谭松韵，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，早已不只是一个演员，她更像是一位表演艺术的守望者、文化传播的使者，以及影视工业演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线。未来的某一天，当我们重新回望这10年的娱乐史，谭松韵的演艺轨迹，或许就是中国影视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内容深耕的一个生动注脚。而他那份温柔而坚韧的穿越周期的能力，也终将照亮更多后来者的前路。